3支香请不走，9支香直接打，民间高人现场表演，全程高能。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食人鱼。故事呢发生在2009年8月份，具体几号呢已经记不太清了。那会儿小石在当地的一家酒吧做服务员，他很喜欢这份工作，经常有额外的收入，比如说小费啊、酒水提成等等。不过呢得通宵，很耗精神。那天呢他也是通宵班，负责看管1楼最大的那个包房。凌晨3点多的时候啊，这个小石发现包房里尾桌有一男一女在争吵，刚开始并不激烈，但过了一会儿发现不对了，他们俩旁边的人啊都一脸惊异的看着他们俩，而且呢都有意无意的躲开他们俩。其实啊在酒吧里情侣吵架很正常，但小石看到那个男的已经拍桌子站起来了，怕他动手打人，所以呢就想过去劝解一下。那当小石走到离他们不到2米的时候， DJ 把音乐给停了。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那对男女的对话，只见那个男的大声喝问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那女的呢还是坐着啊，也拍起了桌子：老子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想惹祸上身就给老子滚！小石一下愣住了啊，一整晚他们都玩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干仗了？而且对话这么的怪异啊，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怎么会自称老子拍桌子？更奇怪的是她的声音很沙哑，跟她的长相完全不符。那脑子也整蒙圈了。接下来的一幕呢更让小石震惊，只见那个男的一把脱掉上衣，左手啪啪啪在这个右胸上拍打，恶狠狠地说：你他妈的当老子怕你啊啊！这个时候呢小石就看到这个男人右胸上纹了一只腾云驾雾的麒麟。那个女的啊一见到这个纹身惨叫了一声，就蜷缩着身子躲到沙发的角落去了，瑟瑟发抖啊，就捂着脸颤颤巍巍的啊，我怕啊，别让那个东西照我，好，这下小石就更蒙圈了，往前一步也不是，后退一步也不是，站那儿了。这时呢那个男的怒喝：你还敢不敢威胁我？啊，女的就呜咽着说：不敢了，给我跪下。是跪我跪。那女的真的就跑到男人的面前跪下来了，浑身发抖。那这个时候呢就听到包厢里其他人在小声议论，说这个女的是不是中邪了啊？那有几位客人当场就跑掉了。那此时酒吧的主管和保安也都进了包厢啊，怕出什么事儿嘛。那由于小石离他们最近，所以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可能是觉得啊被这么多人围观不舒服。跪在地上的女人猛地一回头，朝人群一瞪：看什么看，都给我滚远点！突然就啪的一声啊，那个男的又拍桌子了：你还敢呵斥人，是不是想我斩你？不敢，求你别斩我。那女的说话的声音一直是在抖的啊，还不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五指山人，今年79岁。你来这儿干嘛？干嘛上这个小姑娘的身？啊，女的就呜咽着回答：我要娶这姑娘回家。这男的一听怒了：你他妈一个老东西，这么不要脸，70、80岁了还要娶人家10几岁的小姑娘？我只想娶她，求你别赶我。那男的手一指：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我滚！虽然你是五指山的，我是龙滚的，我不能斩你，但你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去拿香来。那很显然，拿香来这句话呢是对小石说的。小石呢那会儿只是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，早被这个场面吓得心脏扑通扑通在跳了，哪敢怠慢，迅速的跑到1楼大厅的关公像那儿啊，拿了3支香，跑回来递给那个男的。只见那个男人呢双手合十啊，双掌间夹着3支香，念念有词，听不懂是念什么，但是肉眼可见的，这个男人赤裸的上身跟脸啊迅速变红，就像是有些人喝醉酒之后上脸那个颜色。还有一点很奇怪，男人手里的香烧得特别快，大概也就念了3分钟左右吧，这个香就烧完了。接着呢他就保持这个双手合十的状态，朝那个女的一指用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鸟语啊，就叽里呱啦冲那个女的说了几句。而接下来呢更奇怪了，那个女人也用这种鸟语啊抽泣着回应着他，一边说一边摇头。那男的就怒了啊，好，既然3支香请你走，你不肯走，那再拿9支香过来。你这个老东西皮痒了是吧？今天找打，以为我斩不了你，我还打不了你吗？这个小石一听他又要香，立马又跑到关公像那取了9支香回来。那一进这个包房呢，就看见酒吧主管右手拿着一个8角杯啊，走到他面前，把杯子递给了他，顺势用手接过了小石手里的那9支香，同时呢吩咐他赶快去关公像的香炉里接点香灰来，再打一扎热水，拿点热毛巾过来，再叫旁边的服务员一起来帮忙，快！这个小石呢应了一声就出去了，很快把这些东西呢都拿到了包房里，一杯香灰啊，2扎热水，
一托盘的热毛巾。那一进门就听那个女的在惨叫啊，不，求你别赶我走，我真的只想娶她。那个男的呢是怒目圆睁，你不怕我把你给告天啊？不要，我怕，求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真的只想娶她。见这个女的还是这样回答，那个男的就转头冲那个小石招手，东西都拿过来。那小石呢跟另外2名服务员赶紧的把这个东西啊都递到了他面前。他把这个热毛巾呢在左手上摊开，拿开水啊往上面一倒，哇，这一幕把所有人看呆了。100度的热水直接往手上浇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完了，抓了一把香灰往这个毛巾上一撒，啊，右手呢做了一个3足鼎，倒扣住毛巾，嘴巴里念念有词，念完把这个毛巾啊平放在桌子的中间，接着他拿起那9支香，把2头都点着了，双手合十啊，用这个拇指压住那个香，闭上眼睛啊，又开始念念有词。随后呢，更震撼的一幕来了，等那个男的念完，双眼一睁，他直接用双手啊抵住香的2头。当时这个香啊还是点燃的，但他呢就跟没感觉一样，双手这么一合一搓，那9支香呢被他搓成了一团。紧接着他左手啊握住那团香，往桌子中间的毛巾上一拍，啪！钢化玻璃做的桌面啊，直接被他给拍凹下去了，桌面上出现了蛛网状的裂痕，所有人都卧槽了一下。或许你们不知道这玻璃有多硬，但小石见过6个成年人同时站在上面蹦蹦跳跳，他都完好无损。这男的就那么一掌啊，拍凹了，玻璃也碎了。那不等小石回过神来呢，那个男的迅速的抓起这个毛巾，猛地一伸手，把这个毛巾朝那个女人脸上呼了过去，啪，手就按着这个毛巾啊，死死的抵在这个女人的脸上。那个女的立马疯狂的惨叫啊，叫了得有10来秒。原本呢是跪在地上挣扎的，猛地往后一躺，啪，叫声呢也戛然而止，躺在地上昏过去了。由于那会儿店里有很多客人听说了这个事儿啊，已经把这个包房围的是里里外外水泄不通了。那个男的一看啊，让这个主管把所有人都撵走啊，把人群散开之后，没过几分钟，那个女的醒了。本来呢她就很白，那会儿再看她的脸色就白得吓人，灰白的。当时呢她就有同伴问她说，你还记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女的茫然的摇了摇头，说不记得了，怎么了？而这个时候小石在听她的声音跟刚才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一个11岁小姑娘的声音。那说到这儿呢，其实这个事儿呢已经要讲完了，整个过程和结果呢都让小石觉得像看电影一样，这么的震惊，这么的难以置信啊！居然会如此真实的、如此近距离的让他给看到。那一群人走了之后啊，因为把这个桌子给拍坏了嘛，还是要赔的。临走的时候呢，那个男的也说了，他会找帮他订房的营销来处理这个事儿。那到了第2天晚上，小石呢跟几个服务员正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，给那个男人订房的营销来了，也是一个年轻人啊，说这个钱呢已经赔了，又给小石他们讲了些细节。原来呢，一帮朋友出来玩，本来好好的，那女的呢想上厕所，但包房里的厕所有人，她又比较急，就跑到外面公区的公厕解手。酒吧的公厕呢不分男女啊，都是那种独立的单间，就这样被跟回包房了。那男的呢倒经常来酒吧玩，一直呢都不知道干嘛的，挺有钱的，出手呢也大方。那出了这个事儿，营销也好奇嘛，问了一嘴才说是某民间法脉的传人。所以兄弟们，出门一定要低调，不要小看任何人，说不定接你的出租车司机就身怀绝技。好了，我是老朴，下个故事见。